同学们，欢迎来到藏古的玩频道啊！InArt 家的和良品家的这个狂笑我都到手了啊！今天刚到的这个 InArt，那么前面我也没做良品的这个分享，因为到时候也是比较晚一些，正好趁此机会拿两款做个横向的一个个人项的对比啊，就是不太纯主观性质吧，所以大伙儿就看看分享一下。怎么说呢？首先看一下两家的这个地台表现啊，就可以看出一个很大的区别。InArt 家的是用这种就是透明件做了一个造型，类似于它这个气条，这边呢是用的是地台。专门做了一个小型的一个地台，双层地台，我这是两搁在一起了。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它的配件，因为配件量来说，其实两家有共同点也有区别。总体的价位来说，我按到手价来算吧，InArt我这是500到手，而良品呢是430啊，都用完券后乱七八糟的叠完后啊，大概的是这么个价位，就是相差来说几十块钱，差距并不是很大。那么我们看看配件上的一个区别。首先我们来看武器啊，首先是这个镰刀，两家的这个差距还是非常大的。良品家这个就小一些，而InArt这个就比较大啊。整体来说，这个大小立判，这个差距很大，而且这个血迹做的还是挺多的。这个就是比较浅一些了，而是像锈迹，不像血迹。然后我们来看另外几个同样的枪，造型一样，但是整体的这个大小也是差距比较大，跟玩具的这个形体可能也有一定的比例关系，差距还是很大的。但是外形是一样的。涂装差别不是很大，然后这个链子钩，InArt家这个是一个双向钩，铁链子，但是钩子是塑料的，是个双向连接的这么一个盾，而良品家的是两段这种金色的。钩上来说，我觉得良品这个看着更有那种狂暴的感觉，金属的这个，而且钩子像略微小一些，但是很尖锐，一钩子一锥，一共两段。这是区别很大的一个地方。然后武器，良品家只收一把小刀，InArt家是2把匕首，短臂，而且也是有血迹涂装的。后边呢就是InArt独有的左支枪一把，飞镖，还有一把这个器，这个我说不上来什么东西，像弓，又像一种单手拿的一种刀。InArt在武器上来说，还是比良品家的要更丰富一些的。那么手型上来说呢，其实两家手型都不少，良品家的手型更丰富些。整体来说，手型很多，大概看一下可以，非常多，各种造型的。他们家的这个手型颜色更类似于那种灰，就是肉色，接近于肉色，只不过说相对来说属于那种病殃殃那种肤色，然后手指是浸染了血色那种感觉的。良品家呢就，InArt家呢就比较灰白，类似于没有血色这种，很灰白的这种颜色，也一样是手爪有这个血色的这个，但是感觉上来说，良品家的这个涂装类似于蚂蚁的玩具血色的涂装颜色是类似于这样的啊。整体的配件就到这里，然后后边我们来看头雕哦，这里还说一下，良品有一个单独的这个，像类似于打火机这种，而InArt家是直接给你做到手型上。然后头雕方面呢，良品是2颗头，这是金属的，上面这箍是金属的，然后是一闭一张口，这么2个头雕。而InArt家呢是3颗头雕，一个是光头，闭嘴的，这个是软胶，但是它的这个尖刺还是很尖锐的，然后一个张嘴的。头雕的表现力来说，我觉得InArt做的更好一些。本身他们家头雕也是比较传神，是整体的这个夸张效果就非常炸裂，比良品家做的要好很多。好，我们来看素体的表现。首先是高度大小啊，这个可以看出差距还是非常大的。InArt家这个比它高了非常多，良品只到了它的这个肩部，这个差距还是很大的。拿个大头的刀马，咱看一下它们的高度大小。可以看出，InArt比刀马的要更高一点，大概高个半个头，而良品的则只到大头的这个素体的2部以下，整个阶梯性质大小差异还是非常大的。身上的细节。总体来说，InArt应该是完胜的。
细节非常多，做的层次感也更足一些。而这个良品的就感觉看着略微就更廉价一些，没有这个看着更好看，这点差异很大。但是大小比例的差异还是很大的。这个在搭配玩具上来说，就看你玩的主流的这个大小了，这个高低还是挺大。然后可动上来说，首先良品家的这个抬头低头，因为它的脖子是一体的，跟脸是一体的，所以说它的这个可动来说是两段式。但是扭动的时候，主要是脖子这头会跟动啊，这么个意思。而英亚特家也是两段式，但是它的头雕这是插拔替换的，可动上来说相当好。然后大臂的高抬、上挑、后平，有一定的蝴蝶肩，幅度不大。然后大臂这里头感觉像是个球冠，稍微有点穿帮，然后双关节还是很紧实的。然后这里也有点可动，这里的就比较紧了。然后手腕、肩部这个也是有一点可以避让的地方，在这里关节也是可以上下左右可以避让的。然后良品家这头是这块地儿同样是可以上下浮动的。然后大臂的高抬、前后上，它的这个就没有这个里边就没有前套的关节。然后大臂的这个平转也有双关节的手肘，手腕上来说，因为这个干涉略微幅度小一些。然后胸腰部两段，然后英亚特胸腰部幅度也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可动还是不错的。然后大腿的高抬、后踢干涉，然后一字马需要避让一下，这里的给一段，然后膝盖、小腿这里头同样有一段可动，脚部的接地其实一般般，内外还可以，但是内就差一些了。前脚掌前后的可动幅度不是很大。然后我们来看良品的前踢、后踢，同样斗篷的这个干涉。稍等一下，它这个掉来了，稍微装上了，这个也导致它的这个一字马就到这里了，再打开就掉出来了。大腿的平转，双关节的膝盖，同样小腿这里也有一段可动。然后脚部接地非常非常棒。整体的介绍一下，然后说下总结吧。比例上来说良品呢更接近于正常的这种超英人物，就是一些品牌的这个大小还是比较匹配的。而这个英亚特家这个就略大，比较魁梧包装像 BRA 他们家这个产品就比较适配一些，高度是比较大的。然后像方大头的蚂蚁这种大小呢，相对来说就趋中了，就是适配上来说我更推荐英亚特，相对来说比较大一些。所以这个具体选哪个牌子还是看大的。但是如果说以性价比来说，我觉得英亚特是完胜的505张的价格比它贵不了多少，配件量丰富，而且体型看着更漂亮些，再加上这个细节、头雕各方面的可以说是完全吊打良品家的这个整体的产品。只不过说脚部可动略差些，但其他的地方都没有任何的问题，都是比良品家很好的。所以说我在这里的主观上来说，我更觉得英亚特这个是相对来说比较不错的狂效，只是因为它做的个头略微大了一些。你看，如果说跟这个最近炒火的这个一比，他们俩这个大小高度就差距就相当夸张了。好，今天到这里了，拜拜。